是，我们最近有很多台美之间的军事新闻，也可以代表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要有任何的买卖，有任何的训练，有任何的合作，都要遮遮掩掩，都要在台面下。可是现在不演了，完全公开在外面。之前我们不是讲吗？我们派了很多人跑到了美国去学习这个海马式火箭弹如何装填、如何运输、如何驾驶。这些的画面传出来以后，把台湾吓死了。会有这个东西出来，没有多久，11套的海马式火箭弹就已经在我们的高雄港出现。不但在我们的高雄港出现，结果我们的滨海作战司令部竟然要成立了，成立在哪里？成立在淡水。那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你说，关键就在于以前，中国要来包围就包围，中国要来骚扰就骚扰，干嘛讲的？把你包围起来。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了这个滨海作战团之后，我有了海马式火箭弹，我有了无人机，我有了 ATACM， 我有了这些装备之后，今天你中国所有的离岸的设备，你从浙江到福建的港口，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了。宝大哥，不只是我们讲川普当选之后，中国要倒大霉，而现在就连台海的战事都叫4个字：反守为攻。为什么会讲反守为攻？各位，这是我们最新一次看到整个中国的军演，大家还记不记得利剑2A、2B， 随便他利剑几型的，你看啊，就是把你台湾包围住。但只要等到我们115年的时候，滨海作战团成立之后，各位，它的局面会变这样。反过头来，宝德哥，你知道这一圈一圈一圈的红圈，那什么？刚好跟这个重叠，对不对？对，那是我们的射程范围之内。换言之，你再来包啊，你所有的每一艘舰队天上飞的、海上跑的，都在我的射程以及我的雷达锁定包围范围的海域之内。所以在前一段时间，你对台湾来讲，你要来就来，你要围就围，你要飞就飞，我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现在不一样，就是原来这个滨海作战团，刚刚讲的，我有海马式火箭弹，我有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我甚至包括我的这个时候的天弓飞弹，加上我有很多的飞弹的射程，这个飞弹的射程完全归谁管？现在完全统合在滨海作战司令部。滨海作战司令部是谁在帮我们指导的？是美国帮我们指导的。代表导播我们看到1、2、3、4，代表我们的滨海作战团有4个攻击点，而且宝大哥这个位置都选起好了。我会讲为什么选址好了。第一个，它是沿着西岸呢，总共设4个点，由北到南。你说为什么要设西岸？因为理由很简单，你有没有仔细看？当中国对我们环台军的时候，东岸都压缩到非常极限，因为在旁边有日本，所以你如果战争或战事遇到雷池一步，很有可能日本会从后方来做支援。因为我别忘了哦，日本是它的我们讲的西南岛屿那边一大堆一大串美军在那边也布防，所以它一定势必往这边压缩。因为上次裴洛西来的时候，他们就试射飞弹，射飞弹以后射太远了，射到了日本的领海就被抗议了。对，马上就我丢回来，我丢一下。所以当我们把4个点设在西海之后，你仔细看哦，它所包围的范围之内，这是以300公里我们讲的作为一个基准，代表说你所有包括我们讲的海峡的这个中线，全部都在我的范围之内。而且你这个300公里。就是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的射程。对，而且宝杰哥300公里算是客气的。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现在我先讲我们现有的115年即将成立第一个飞弹大队，也就是海风大队。它有什么？它有雄三。雄三你如果说真正300公里，其实也不是问题，只不过它是我们国产的。海马斯原本它自己就有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甚至它可以做舰载，叫 Attackers， 也是300公里。它还可以加装什么？如果说美国愿意援助我们增加增程型的话，不好意思，可以到500公里。而且再来第2种，还有什么 PRSN， 就是在这一次美国我们讲的军演里面，勇敢自盾军演里面大放异彩的，甚至直接把舰艇2枚就把1000吨集成的，就是这个 PRSN， 对，精准导弹系统。所以这个来不好意思，它也是500公里。以前我们刚刚讲的，以前都有集成战舰的演练，可是以前集成战舰的演练，通常最后一集都是鱼雷，因为你在鱼雷在水中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打到龙骨，你才可以造成最大的伤害力。可是这一次不是，这一次的集成军演。我透过 PRSM 飞弹，我从空中就可以把整个船一刀2断了。对，而且不止这样，我们刚才讲的这叫定点射击。那你除了定点之外，你以为是这样吗？不是哦，飞弹车它最擅长的是什么？移动。所以即便我是1、2、3、4，那请问一下，我飞弹车一台我们讲的也才16吨而已，它可不可以绕过，然后跑来开来宜兰这边？可以，开来宜兰这边。所以全台湾都是我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你看到的是只有这样，对不对？其实不是，它是整个这样，都只要它道路能通，而且你根本找不到我，我随时呢只要花个1个小时部署阵地，我马上呢立即就可以装弹射击，然后打完就跑，人在跑。而且不止这样，我们讲的是陆地，它海上还有什么？飞弹快艇部队，飞弹快艇部队可以装什么？也可以装雄三。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跟你讲，飞弹快艇它就是一艘船，对不对？它就1枚。
发完之后打完我就跑。所以你想想看哦，在这整个部署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海洋监控指挥部。你知道什么叫海洋监控指挥部吗？别忘了，滨海作战队它有所谓的陆军系统。那时候我们讲无人机是要买900台，然后900台里面呢300台说是杀人的，600台呢说是侦察的，对不对？不好意思，这个就是用在滨海作战团。所以把那个一切都逻辑的啦。对，为什么突然说要买无人机？为什么突然说要买弹簧刀？为什么突然海马斯来了？突然间开始跟我们讲说美国又要增加什么的，甚至我们的雄风，还有最重要的鱼叉反舰飞弹。换言之，这是为中国它对台可能侵略的剧本量身打造、量身定做，作为反制的一个单位。而美军已经协助台湾、协助中华民国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想象化为实践。而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数字都出来了。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我们刚才讲这个鱼叉飞弹，我们的鱼叉飞弹非常妙，是我们有陆基的，我们有空中的，我们有海上的，我们大概有100套的美国最新型的鱼叉反舰飞弹，我们有400套的雄风反舰飞弹，我们有100套的海马斯，加上 PRSM 的飞弹，还有我们现在的包括我们的飞弹快艇跟大量的无人艇，这些未来要全部统合在滨海作战指挥部里面。宝大哥，这些概念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要阻敌于滩岸，就是说我绝对不让你越过雷池半步。宝大哥，你知道多管火箭有多特别吗？你知道多管火箭是不是可以打人？可以嘛？人一般的士兵软性的可以打，它还可以打什么？装甲车。你想想看哦，什么叫打人？比如说它其中有一个型号，而且我记得它还可以装极速弹。对，宝大哥，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它有一个 A 型 A1 型，它就可以装极速弹、子母弹。等一发打下去之后，你如果真的不幸了，让共军登上沙滩，对不对？不好意思，我进城的75公里范围之内，我可以先用这个火箭直接大范围的进行杀伤，而且不是这样子。你就说宇轩，我注意到一个盲点了，300公里、75公里，那150公里怎么办？不好意思。美军也想到了，他现在又研发一种，也是这种多管火箭哦，这不是 ATACMS 哦，增程型150公里。所以问题，宝杰哥，从远、中、近，未来只要配合之后，不管你是软的、硬的，装甲车、战车、登陆舰，反正能打的，光靠一台海马斯火箭，通通一箭搞定。而且刚刚的画面，那个画面是什么？它居然里面都是钨钢球的预制破片，钨钢球的预制破片，在这个弹头里面，我可以居然一下子放了18万颗，而且我甚至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做这个所谓的破甲两用的子弹。宝大哥，我可以保证，这绝对是地狱景象。你想想看，你现在是共军，我不管你今天是一个班，或者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旅，或者是呢一个连。上岸之后200个人，你想想看，第一个先面对到什么？雷霆2000，雷霆2000那个空炸范围是整个足球场哦，就是像各位讲，天女散花冰冰冰，然后呢，你还得面对到有可能带有子母弹18万枚极速弹这种钨钢球的这种我们讲的海马斯火箭，所以对他来讲说，我可能不管是你的人或者你的舰，我绝对呢都有各个方方面面的杀伤。好，各位，我们最近2位经常讲台美之间的军事新闻。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是我们居然放了一个消息，放了一些照片，我们跑到了美国去受训这个海马斯火箭弹，我们怎么样的运输，怎么样的驾驶，怎么样的装填，然后呢装填完了以后，海马斯火箭弹11套就进到我们的高雄港，进到我们高雄港之后，我们现在就传出来说，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 ATACMS 的飞弹也会加入进来，不但是 ATACMS 的飞弹加进来了以后，我们未来的极速弹这种破甲弹也会进来，然后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我们要在淡水成立这个所谓的滨海作战司令部，这都是一套完整的想定，而且按照刚刚宇轩讲的，以前是你中国要来就来，你中国要为就为，现在有了海马斯火箭弹，有了 ATACMS， 有了这些飞弹，再加上我们之前的雄三之后，我们真的可以反守为攻吗？我们先讲美国滨海作战团。其实美国滨海作战的概念它很简单，就是说它利用海军陆战队做什么？先去顽打强攻哦，打下几个小岛之后呢，它开始进驻装甲车辆。这些装甲车辆很厉害哦，它可以加装比如说陆射的巡弋飞弹陆射的防空飞弹，就架好之后呢，导引美国海军进来那我们现在要学，我们也是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要学，但是我们不是学进攻。我们学防守，防守就够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台湾是守势战略嘛，对，守势就够了。那我们先讲到鱼叉飞弹，鱼叉飞弹以前就很厉害我们想说以前鱼叉飞弹就是掠海嘛，1980年代飞弹不是很厉害吗？掠海飞行，然后让雷达看不到就可以攻击到敌军。鱼叉飞弹更厉害，说它可以选择掠海，然后呢，它还可以选择什么？可以选择到了敌舰之前突然跃升，它叫 BOP up， 就是说突然跃升然后再攻击。对，这是第一代的鱼叉飞弹。那美国卖给我们的算是第2代的鱼叉飞弹。那第2代的鱼叉飞弹能做什么？能够攻击港口内的军舰。因为其实汪洋中的一条船很好打嘛，就1艘2艘都看得到。
但是呢，你一般的反舰飞弹要打到港口内的船只，不好意思哦，杂波太多了。但美国他们早就发展出第2代的鱼叉飞弹，鱼叉飞弹呢，它搭配 INS GPS 就可以让你打到港口内的军舰。那放到我们这边，我们成立了滨海作战团，假设好，我们鱼叉飞弹有4种，空射、陆射、潜射，还有陆地发射的这些飞弹，通通在万一紧急的时候，通通朝你的不只是海上的军舰哦。朝你的港口打过去会怎么样？对，会先制打击嘛。所以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叫反守为攻啊。其实这个就是说，所以我们的鱼叉飞弹可以空中的飞机，我们也可以从海上的战舰，我们也可以从潜水艇，对，我也可以从陆基，我对，可以从四面八方。好，这个叫4种载具。那4种载具基本上要形成饱和攻击嘛，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啊，滨海指挥部啊，它分为4大区啊。其实你要把说这一个区里面还有几个发射单元哦，那一个发射单元可能是1辆射控车，4辆飞弹车哦，这10辆的发射车它可以到处跑的。换句话来讲说，你那个火力打击圈它是可以到处移动的哦。那再加上台湾的公路网很发达，你可以到处啊，比如说在山头、在海边。那前阵子不是说啊，大陆都知道说我们的飞弹发射阵弹啊，没有，其实那个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可以到处藏匿啊，因为这种机动发射车，它的顾名思义就是机动。机动就是让你找不到嘛，就是说我知道你可以打我，但是我就让你找不到哦。再加上我们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有所谓的眼睛就是监侦指挥部啊。那监侦指挥部就是说你看得到，那看得到的话，其实基本上也就打得到。那打得到的方式有很多哈，你可以选择陆上机动发射车哈，你也可以选择雄风飞弹，或是说鱼叉飞弹都可以。那换句话来说，我们就是雄风飞弹跟鱼叉飞弹，就是我们对中国军舰的打狗棒。打狗棒，对，其实你敢来我就打你的打狗棒，这个叫戏称啊。然后各位听众把它想象说，这个打狗棒还可以上下移动，就是我们台风暴风半径嘛，不是会上下移动？对，没有错，我们就是增加对方侦查我们的困难哦。当然我们要学美国的滨海作战团那个战力很强不错但是我们只学防守，光是防守就够了。好，那我们刚才讲的。现在这个海马斯火箭弹，我这个装填，因为我可以这个自动装填，我有这个装填的这个器械，我3分钟就可以装填好了。装填好，射完以后，我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到底有多厉害？这跟一般的炮兵差异在哪里？其实我们从那曝光的脸书的影片中，照片中看到说，它那个叫所谓的发射弹箱。所谓发射弹箱就是它6枚火箭弹，它已经装好了就说你到时候呢，你打完。第2批要装挂的时候，其实你就直接吊挂就是士兵操作吊臂就是吊挂。那其实它的操作方式跟一般的民间那种起重机的吊臂操作一模一样。对。但是就是说它换了叫火箭弹箱、发射弹箱那发射弹箱呢是储存运输的单元就是说你可以安全的吊起来那吊起来之后呢，补给车就离开了那本身。发射车它本身就具备吊背就可以直接从弹药补给车直接调过来。那其实它的过程是很快的，就是说它可以准备在下次的骑射。好，邱老师，当我讲到了，川普现在以碾压式的这个状况，你赢得了这个总统大选，还有他现在参众两院都是他的，可他非常好奇他接下来他的重要幕僚到底是谁？他的国务卿到底是谁？他的国防部长到底是谁？因为我们知道在第1任的时候，他的国务卿还有他的国防部长。都是反中的狠角色。对，其实我觉得大家会质疑说，川普可能当选之后，台湾可能就糟糕。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是还跳了一步。为什么？因为你毕竟执行的人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川普在执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国务卿，基本上就是川普在执行外交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代理人。那这代理人呢，其实有2个热门人选，第一个叫 O'Brien 呢是几乎是川普过去这8年后面的战略大师。川普整个全球的布局，包括他的怎么想跟那个整个具体化，因为你知道川普那个人讲话商人性格就算了，他又很零碎。当然是标题是因为他是做实境秀出身，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样太多的组织。但是呢 ，O'Brien 呢可以把他的东西组织的非常完整。他在那个外交杂志上面有写一篇很长的文章这个是几乎是我们研究美政必读的这是第一个国务卿可能人选 O'Brien。第2个呢，其实就是这个 Marco Rubio， 这很年轻的这共和党员。那 Marco Rubio 呢，台湾非常友善，非常友善。我过去曾经称他叫做共和党的奥巴马。因为等于是有可能去接班这个川普的这个下一任，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被 JD Vance 赶上了所以他是个劲敌。不过基本上 Marco Rubio 还是有他很好的一个角色扮演。Marco Rubio 在今年共和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他说，川普当选，川普一样会支持台湾。而且 Marco Rubio 他也是台湾旅行法的那个提案者。对，那台湾旅行法基本上就是从川普16年之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两边的互访
我可以去很多高层官员了。这个是 Marco Rubio 很大的贡献，所以其实这2个人当国务卿对台湾都不会差。再来讲到国防部，国防部呢就有2个热门人选，第一个叫做 Mike Waltz， 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名，他是现在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可是呢他也是国民兵上校退伍的。国民兵上校退对，伍，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说，他们其实都有反共的这个基因跟 DNA 在身体里面。那第2个呢是所谓 Mike Pompeo， 大家都知道，庞培我可以当国防部长，有可能。然后Pompeo自己是当国务卿嘛，那现在当国防部长，如果是这样是最棒的，因为国务卿的部分就是等于是他做过了嘛。那国防部的这个部分呢，刚刚讲到这个什么滨海作战团啊，或者这个美军在整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印太的部署，这个都跟国防部都有关系。所以 Mike Pompeo 呢，他基本上来讲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然后 Mike Pompeo 呢，他也说过一个非常关键，很多人说川普是个秀，但是你知道旁边人不是。我们随便讲一个比较邪恶，叫 Steve Bannon。班农，可是班农是真的发自内心反共。那Pompeo也是，Pompeo曾经在这个雷根图书馆有一场演讲，他说啊，1973年的这个美中开始建交，也就是美中的融冰是个历史错误，也就是说这个后来导致1979年台美断交是一个错误。新奇的那个融冰之旅是没错的，是个错误。对，所以Pompeo是给他疯狂打脸。所以Pompeo到现在为止，包括最近一次来台湾接受访问，其实我都差点访问到他，其实他都有表达类似的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内阁人员是谁。即使我们退1万步来讲，今天 JD Vance 来主管所有川普的外交事务，其实 JD Vance 也说过，台湾跟乌克兰还是不一样。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台湾就可以放着躺着什么都不干，我们还是要努力坚持我们自己，但至少不要对这个新的局势有点太大的忧虑。